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感光元件，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 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马来西亚这个 SUV 市场啊，真的是有超级无敌多款车选择啊，尤其是 C segment 这一个极具的 SUV 呢，真的是从 X70开始啊，就已经引爆了这个 SUV 的大环境。很多人买车啊，就已经不再看 sedan 车型了，那些 D segment sedan、C segment sedan， 它的销售量越来越低，全部人跑去买 SUV。那直到 SUV 这个极具车型慢慢又延伸出了一个 EV SUV 的车型过后呢，我们在路上又可以看到有很多 EV SUV 的出现啊，包括在马来西亚打头阵的就是 BYD Atto 3这一台车呢，是属于一个 SUV 车型，不过它是一个电动车款。那接下来马来西亚也引进了很多 EV SUV 车型，包括 Tesla Model Y， 还有 Leapmotor 也是有 SUV 啦，然后就连 Proton 的 E-Max 系列车型 E-Max 7也是一个 SUV。所以现在马来西亚 SUV 市场，我们以10多万的价钱来看的话啦，就是 BYD 的 Atto 3、Chery 的 Omoda E5， 还有 Proton 的这个 E-Max 7啊，都算是卖到不错的车型。那我身后这一台呢，是最近刚刚来到马来西亚加入这一场战局的，来自上汽名爵 MG S5。非常感谢 MG Malaysia 让我们有机会第一时间参与他们的 MG S5 的发布会。不过我们团队呢，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出席他们的这个现场发布会，然后带给大家第一手最快的消息。不过今天我们将带给大家最快的第一手的试驾消息啊！这一台车呢，相信在网络上大家都有看了很多它的参数啦。在马来西亚有3个 spec 啊，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低配、中配、高配啦。身边这一台白色的就是高配最顶配版本啊，它的这个电池啊是62 kW，62 kW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大啦，但是已经是马来西亚目前的一个比较 standard 的一个标准了。为什么我会讲62 kW 不是很大呢？因为它的同样家族的品牌车型啊，就是 MG 的 MG4 啊，也是一款全电动车型啊，不过是一个 hatchback 车型啊，却有高达72 kW 的这个电池容量啊，所以这台车它车身更大，更加的重，然后电池又更加的小，所以它可以做到的这个里程数相对是比 MG4 来的少啦。它的这个 WLTP 的里程数大概是在420 km 左右，实际使用起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减少啦。不过我们不讲它的整个电池的使用参数，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这辆车实际长途行驶过，所以我们不加以讨论。我们来讲最直观的就是整台车的外观啊，你觉得这个外观怎样？我觉得这辆车的外观啊，应该是目前 C segment EV SUV 里面啊，可以讲是 Top 3帅的一台车啦。啊，整个车头造型我很喜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daylight 哦，是使用这一种最近啊比较流行的方式，就是小小尖尖的一般车型的头灯组的位置。然后真正的头灯组呢，是放在 bumper 的位置啊，当然也是一个 LED projector 的这一种头灯组啦。在旁边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巨大的这个 vortex generator 啊，这个 vortex generator 的字呢，其实是从
Toyota 那边来的啦。因为我的第4代 Vios 啊，其实它就有这个 Vortex Generator 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呢？老实讲啊，在一些数据上，可能它是可以做到一些风阻系数的变化啦，可能在风阻方面会减少一点点，但是实际使用起来，在我自己用起来啦，我的 Toyota Vios 第4代呢就有安装这个轮胎的 TPMS， 可以看到这个轮胎的气压值，还有轮胎的温度。我可以看到就是在长途行驶的时候啊，前面2颗轮子的这个轮胎温度啊，会比后轮来的低啊。通常前驱车不会这样子啊，前驱车通常是前轮比较高温的。可是我的 Vios 第4代虽然是前驱车，可是后轮的温度会比前轮高。我相信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导风口，把风导到轮子那边去进行一个散热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有它的用处的啦。然后当然前脸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嘛，就比较少这个进气口啊，尤其在 bumper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小部分的进气口是在下方这边而且在熄火或者冷车的情况下，里面的这个 air vent 呢是会关闭的，闭合起来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打开引擎盖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讲解它的用意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啦。打开引擎盖，当然没有引擎啊，因为是一台电动车，然后它也没有这个液压顶杆啊，你还是要manual的方式用这支钉来把这个 bonnet 盖撑起来。打开引擎盖可以看到里面其实它的整个布局还算是蛮整齐的，有一个 plastic 遮罩板，把一些不好看的东西啊，一些比较凌乱的画面遮罩起来了。然后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台车是有这个水箱水的啦，也就是 radiator 的这个 cooling 水啊。因为这台车虽然讲它没有 engine， 但是它还是需要散热。讲到散热呢，刚刚我们在前面 bumper 那边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比较少的进风口啊，没有错啦。电动车一般上不需要有太大的进风口来让引擎散热，毕竟没有引擎嘛，那它散热的就是通过这个 radiator 水来让它的马达还有它的电池进行散热。所以在不需要有多余的散热的情况下，它的水箱护罩里面的这个 air vent 其实是可以关起来的是电动的啦。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是打开了，然后熄火的时候它是遮罩起来关起来的，老鼠比较难跑进去啦。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当然 SUV 嘛，就是要有一点 SUV 的 look这边就有一个小小个的 wheel arch颜色呢是用这种防刮材质，就是 matte 的啦。不过我其实是有在路上看到一些车款包括 Mazda 的 CX-30还有 Honda 的比较老款的 CR-V 它的这个防刮材质已经反白了，应该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真的不太 OK，又是下雨啦，又是大热天，所以很快氧化，很容易反白。不知道 MG 的这个会不会很快反白啦？轮胎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用上的轮胎是 Bridgestone 的 Turanza 的轮胎。轮胎尺寸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225/55R18寸的铝圈当然是顶配才有18寸下面2个 spec 都是17寸的铝圈，然后是用这种比较多遮罩的这个 Sport Rim Design 就是 EV 车通常都会这样子设计这个铝圈，减少风阻我是觉得不好看如果我买这辆车应该是换 rim。门把手方面没有用那些现在所谓时下流行的内收式电动门把手用的是这种传统机械式的。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传统机械式的啦，而且每次只要是有拍到那种电子内收式门把手我的影片下方就会有很多人 comment 讲，如果这辆车 accident 断电这个门怎样开对不对？就有很多焦虑所以这种机械式门把手虽然是比较传统，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 fancy， 但是这个安全感就比较高啦。车顶当然也是有一个置物架啦，而且是真实可用的有些车款就是为了设计看起来好像有 SUV look， 给你一个不能用的车顶置物架，就是 plastic 的啦，没有实际的功能，那种就是废物。但是 MG 给的是真实可用的 good job 来到这辆车的尾部呢，就是我唯一对它的外观比较不满意的地方了啦。我觉得这辆车的尾巴，就是它的屁股长得就不是那么符合我个人的审美的这个标准尤其是这个尾灯，我觉得它设计到有点低，就是上面有一个空的段落，然后这一个空的段落它又有一个小鸭尾，这样看起来就有点怪怪啦，跟一般我们认知的 SUV 的形象长到就有点不一样。它的这个尾部看起来其实有点像 MG4 的放大款，当然啦，因为它是 MG S5 嘛，所以跟 MG4 有一个家族设计，也算是蛮合理的。尾灯方面是左边连贯到右边已经烂大街了的连贯式尾灯，下面当然没有 exhaust 啦，电动车嘛。我们直接打开它的尾箱来看一下，如果是这个顶配版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电动尾门，如果是低
低配版本的话，没有电动尾门啊，你还是要用手动的方式开启。这个尾箱空间，其实我觉得啦，以目前大部分人的这个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尤其是电动车，我们很少有机会会把一辆车开出去1个礼拜、2个礼拜的这种长途旅行啊。如果有的话，你真的是要好好规划你的这个行程啊。那如果只是平时城市用 City Drive 工作通勤的话，这个尾箱空间肯定是够用，没有问题啦。打开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但是没有 spare tire 啊，因为下面的部分都已经用来装电池了。关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在开始讲解这个 interior 之前啊，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把这台 MG S5 借给我们做拍摄的 dealer 啦啊，就是来自 Johor Bahru 丹东区的 Untrading MG。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啊，就在这个 Giant 丹东的旁边罢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这里看看一下，有 MG 的 S5 啦，有 MG4、MG5、MG HS， 所有车型啊，就是没有 Cyberster 罢了啦。希望赶快他们会有 Cyberster 咯，我就给他们借来做拍摄啦。Interio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整个设计看起来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中规中矩、耐看型的 Interior。这个 Dashboard 的设计，我觉得其实蛮不错的，虽然没有过多的层次感，没有过多的 design， 但是没有。Could you press the top button and 但是其实没有 design 就是最好的 design， 因为耐看，然后而且它是蛮大面积的 soft touch material。中间有一个荧幕，然后当然它是一个好像 iPad 这样子的东西啦。相信很多人就知道我比较不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很多现代的一些电动车或者现代的一些中国车啊，都喜欢把所有按键整合进这个 iPad 里面。但是这一台 MG S5 呢，就做到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满意的 point， 就是呢，它把原本那些该是实体按键或者该是实体旋钮的东西，通通保留下来了，包括它的冷气旋钮，还有冷气风速的按键哦。这一点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加分的功能啊。当然很多人就讲啊，现在我们都可以用语音控制的方式来控制这个多媒体播放器，让它为你的车做到很多功能上的调节，包括冷气。但是啊，不是每一个汽车品牌都适配马来西亚的所有语言，还有 Malaysia 的 slang 啊，这个东西呢，真的目前只有一家品牌做到确实比较好，就是 Proton 啊 ，Hi Proton 其实做到还算不错的啊。但是我试到很多其他很多厂商的这个车机就没有把这个语音适配还有这个 slang 的适配做到那么完善，这一点需要再多多加强啊。好，讲一下它的乘坐体验啊，我觉得这辆车虽然它是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但是你坐在上面，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坐在一辆 C segment 的 SUV 上面。我觉得啦，这个椅子坐起来还是比较像一些中国品牌的 B segment 车型的椅子，然后尤其是它的这个椅垫啊，其实还蛮短一下的，就是这个大腿支撑会比较少一点点啊，但是这个腰部啊，还有身体的这个包覆性又做到很好。所谓的 B segment 的这个椅子的 setting 不是坏事来的，懂吗？因为如果这个椅子太过大张，一直无谓的去追求椅子要够大、要够肥、要够软的话，这样像我这种比较小只身材的人啊，虽然也不小只啊，这个肚子越来越大力啊，但是你坐进去就会有隆嘎隆嘎的感觉，尤其是你在开车的时候转个弯，包覆性不够好啊。不过这辆 MG S5 它的椅子的这个包覆性算起来还算是挺好的啊。当然排挡杆方面，电动车嘛，就用这个旋钮式的排挡杆，看起来就比较高科技、比较未来感 ，Cyberpunk 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全景大天窗，非常巨大的一个天窗，轻轻点一下就可以打开来。很多人不喜欢天窗，我觉得天窗其实不错的，尤其是你去一些冰冰凉凉的地方啊，云顶啊、金马伦高原啊，你把这个天窗打开来开车，又省电，又可以吹外面来的自然凉风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可以买低配版本就没有天窗啊，而且价钱也便宜，只需要从115,900起跳啊，而且还有 Early Bird Discount。买到来啊，这辆车可以讲是目前马来西亚最便宜的 C segment 电动 SUV 之一了啦。OK， 我们进来这一台 MG S5 的后座，哇，这个后座体验感觉有点奇怪啊，应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椅子啊，它不是那种2段式或者多段式调节，所以你坐在上面会有一个错觉，好像坐这个椅子好像很高很前。当然没有错，就是它的这个椅背倾斜角度，我觉得还可以再加强少少。有可能是因为它把这个发泡棉设计到就是很肥啦，坐起来它的整个坐姿会被这个发泡棉影响到，你就会感觉好像整个人被往前顶的那种 feeling。所以这个后座我个人还好罢了，不是很喜欢。椅垫依然短，然后后排有冷气出风口，2个洞，但是不能做到温度调节。顶配
配版本哦是有 armrest 可以翻下来，低配版本没有。前面的椅子刚刚已经是调节到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舒适坐姿啦，这个距离大概是2个拳头吧，我觉得还是 OK 的，空间感是有。不过这个椅子确实不是我个人喜欢的那一种类型啦。OK， 这一台 MG 的 S5 呢，其实已经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售了，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全马的 MG 展厅去看看哦。下一集影片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的驾驶体验，我们来用整集的时间体验一下这辆车驾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今天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下一集我们一起试驾这台车，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